讲太阴时，最省事的说法是两个字：虚弱。腹泻是虚，吃不下是虚，腹满腹痛还是虚。这样说不能完全算错，但他把所有不同的运行故障压成一种模糊感受。我们知道系统变弱了，却不知道它到底弱在处理量、分离质量、分布方式，还是可用水液已经不足。嘿，你好，我是轩有成，好久不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伤寒论·太阴病提纲》写道：腹满而吐，食不下，自逆益肾，食腹自痛。这是经典原文层，它提供的是腹满、呕吐、不能进食、下痢加重、间歇腹痛这一组观察事实。传统解释通常从脾阳虚、寒湿、运化失职来理解，强调中焦失于温运，清浊不分。这是传统解释层，也是太阴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积累。在我的功能变量模型里，我把运化继续拆开，翻译成水液的处理与进废分离系统。智能大楼每天都会产生大量水，引入的水、食物中的水、循环中的水、使用后的废水。真正关键的不是仓库里有没有水，而是处理厂能不能把原水接住，分清哪些可以继续利用，哪些必须排走，再把净水送到需要的区域。所以太阴不是一个静止的水库，而是一座不断运行的水处理工厂。第一个变量是 PV， 也叫运化通量，它问的是时间单位里能够处理多少水液。处理能力下降，进入系统的水超过它处理的量，积压就会发生。腹满、身体困重、便溏等现象都可能成为处理通量不足的候选信号。第二个变量是 RW， 进废比，它问的是处理之后能成为可利用净水的部分与需要排走的废水部分比例是否合适。进废比下降不仅意味着废水增多，也意味着同样一份原料里真正能被身体继续使用的部分变少。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水多和可用水多不是一回事。一个系统可以局部积水，同时又缺少真正能滋养组织的净水，于是我们会看到一种看似矛盾的状态：某处湿，某处肿，另外一些部分却干燥口渴。第三个变量是太阴 W， 废水总量。废水产生后，如果没有被及时排出，就会在系统里积存。太阴 W 升高所描述的不是抽象的湿，而是待处理、待排出的废水负担增加。第四个变量是太阴 D， 水液分布。总量相同，分布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水都停在局部，就会出现一处积聚，另一处不足。太阴 D 异常让我们看到问题有时不在缺水或者是水多本身，而在水被送错了地方。第五个变量是太阴 N， 进水总量，这是系统最终产生并可供利用的纯净水液。如果太阴 N 下降，组织得到的有效补给不足，可能出现干燥、口渴、失氧等信号。这里再提醒一次，口渴不能自动归阳明热，也不能自动归太阴进水不足，必须结合腹部、二便、舌象和整体关系判断。现在回到太阴提纲，腹满可以提示处理负荷和水液积压，食不下提示系统输入端和处理能力不匹配，自逆益肾提示进废分离和废水排放失去控制，食腹自痛则提醒我们观察运行是否受到寒、滞、收缩或功能不足的影响。太阴还有一个必须讲清楚的关系，它和阳明是一对内部物流耦合。第4集我们讲过，阳明负责内部物质的受纳，
处理、向下推送和清渣，太阴则负责液体部分的进废分离，一个偏固体处理，一个偏液体处理，两者不是两间互不相干的房间，而是一条内部物流链的两个侧面。如果阳明地，也就是沉积物量持续升高，固体堆积会增加内部压力，也可能压迫水液运行。反过来，如果太阴 W 持续升高，废水泛滥，也会加重阳明处理和推送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腹满不能只凭一个满字决定系统。硬、痛、巨按和沉积证据更偏向阳明的实体阻塞，软、喜按、便溏、水液信号层组出现，更需要检查太阴处理。讲到这里，太阴和少阴也要分开。太阴处理的是水怎样被加工和分配，少阴处理的是整个系统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和物资底盘。太阴处理不动，可能是太阴自身工艺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少阴供能不足，结果相似，层级不同。就像净水厂停运，可能是过滤模块阻塞，也可能是全程停电。如果只看到机器不转，就把两者都叫虚，我们就失去了故障定位。这里还要防止把水处理系统误听成某一个器官。太阴是功能集合，不是把传统皮的全部含义简单的改名为净水厂。饮食输入、肠道状态、组织水液、排泄和基础功能都可能向太阴变量提供传感器信号。模型选择功能语言是为了整理关系，不是宣布找到一个新的解剖实体。太阴判断中的阴性证据同样重要。若腹部坚硬巨按、沉积和内部压力证据更强，就应该优先回到阳明。若四肢厥冷、精神低反应、脉微等底盘证据占主导，就应先检查少阴。若只是短期水饮不足，没有废水沉积和处理异常，也不能因为口干就启动太阴系统。太阴故障还可以分成产不出和排不走。太阴 RW 下降，太阴 N 不足，更接近净水产出质量下降。太阴 W 升高，太阴 D 异常，更接近废水积存和错配。两者可以同时出现，却不能用同一句湿气重来概括。前者强调可用资源不足，后者强调异常负担没有离开系统。如果后续研究发现，这种产出与排放的拆分不能稳定对应经典边界，就应调整变量，而不是为了保住净水厂比喻去重新解释所有条文。那么太阴的功能变量翻译属于什么性质？经典原文提供了观察组合，传统解释提供了脾阳虚、寒湿、运化失职、清浊不分等语境。轩辕模型把它进一步拆成太阴 PV、太阴 RW、太阴 W、太阴 D 和太阴 N。它至少应该接受3类的反例验证。第一，有腹泻却没有太阴水液处理证据，反而由阳明推送过快或其他的系统引起，模型能否避免误归太阴？第二，有口渴却同时存在明显积水，模型能否解释局部缺水与整体废水过多并存，而不是简单归于热？第三，处理不良其实来自少阴功能不足时，模型能否把太阴看成继发层，而不是永远当成主导系统？只有能处理这些反例，水处理工厂的比喻才不只是好听。所以这一集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太阴不只是虚弱，它是一套关于处理通量、进废比例、废水负担、水液分布和净水产出的系统语言。下一集进入少阴，到那时我们要问的不再是水怎么分，而是所有系统进行之前最朴素的问题：还有多少能量，还有多少物资？
能不能撑得住？我是轩佑成，功能变量创始人，我们下期再见。